為什麼中國官員明知朝貢體系很多是假的，卻依然願意繼續演下去？為什麼俄本篤傳教士臨死前特別警告北京的傳教士千萬不要相信薩拉遜人？在這場橫跨亞洲的旅途中，真正支撐俄本篤走下去的到底是信仰、勇氣，還是某種更深的東西？歡迎來到解讀中國文化的頻道，我們共同查殺掉自己頭腦中的中國文化病毒，給大腦升級，做更好的自己。讓我們一起文化出埃及。今天我們繼續讀利瑪竇中國札記第13章，俄本篤修士在中國逝世。著名的長城終止於中國西部邊疆的北端，這裡是一片大約200平方英里的開闊地面，被族於長城腳下的韃靼人慣於從這裡侵襲中國。即使現在他們也還這樣幹，但不像從前那麼成功。為了防止這些襲擊，就建築了2座堅強設防的城市，駐有精兵，特別派有1名總督管理這2座城。此外，尚有其他官員都直接听命於首都。總督和其他高级官吏住在陝西省的甘州城，另一個城市宿州也特派有1名知州。該城分為2部分，中國人，也就是薩拉遜人稱為契丹人的，住在宿州的一個城區，而來此經商的喀什噶爾王國以及西方其他國家的薩拉遜人則住在另一區。這些商人中有很多已經在此地娶妻生子，成家立業，因此他們被視為土著，再也不回他們的本土。他們好像在廣東省澳門定居的葡萄牙人那樣，除了是葡萄牙人訂立他們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法官，而薩拉遜人則由中國人管辖。每天晚上他們都被關閉在他們那部分城區的城牆裡面，但此外他們的待遇一如土著，並在一切事情上都服從中國官员。根據法律，在那裡居住了9年的人就不得返回他們自己的本鄉。按照中國和西方7、8個國家的舊協定，每6年允許這些国家有72名商人進入中國。這些商人謊稱是向皇帝进贡的使節前來旅行，贡禮大多是寶石、小鑽石、紫色石頭，還有其他各種來源不一的宝石。這些假使節都是以公費到朝廷去並返回。所謂进贡倒是有名无實的，因為誰都沒有比皇帝对寶石付出更大的價錢了。皇帝認為不大方地付錢就接受外國人的禮物，那就配不上他的威嚴。他們受到皇帝的盛情款待，以致平均每人每天至少得到1塊金子，遠遠超過他的費用。正是這個原因，商人為謀求這些使團中的一個位子，從而展開激烈競爭，並且向有權處理他們的商队隊長贈送厚禮，以取得這些位子。时候一到，所謂的使臣便以據稱是派遣他們來的各國國王的名義偽造文書，其中滿是對中國皇帝的極度奉承。中國接納來自其他很多國家的這類使節，如交織支那、暹羅、琉球、高麗以及一些韃靼首領，他們給國庫增加沉重的負擔。中國人知道整個事情是一場騙局，但他們不在乎欺騙，倒不如說他們恭維他們皇帝的辦法就是讓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國朝貢，而事實上則是中國確實在向其他國家朝貢。在這裡加一句，歷史上漢人政權和周邊民族或國家的戰爭中，大多數是失敗的，漢人政權大多數是被征服的，所以一直在向周邊国家朝貢。好，繼續回到這本書。俄本篤修士在1605年年底到達宿州，天意給予明顯保護的一個很好的證據是，他竟然帶了如此豐富的物資抵達這次非凡旅程的終點。他有13匹馬、5個僱傭的僕人、2個從奴婢裡買來的孩子，以及充裕的寶石。他的全部東西估價2500金幣，而且更可貴的是，他和他的朋友以撒身體都十分健康。在宿州，他遇到另一群剛從北京回來的薩拉遜人，他們不僅證實了有關在都城的神父們的一切說法，還補充許多聽起來誇張的難以置信的事。例如他們說，皇帝賜給神父們每天的銀子不是贖給他們的，
而是成批地按重量稱給他們的。俄本笃從這裡寫信給利瑪竇神父報告他的到來，他的信由中國使者遞送，但是俄本笃不知道神父的中文名字，也不知道他們住在城區的哪一區。再者，信是用歐洲文字寫的，結果是使者找不到神父在北京的地址。他在復活節又寫了一封信，這次他的信是交給一個逃出城的薩拉遜人，薩拉遜人沒有官員的許可是不得來去的。這封信中除了說明他旅行的目的和緣由之外，還要求神父想辦法免得他在宿州逗留，讓他能夠回到他和教友們生活在一起的歡樂中去，而不再繼續生活在薩拉遜人當中。信中他還表示願意從海路返回印度，像葡萄牙人通常所做的那樣。在這之前很久，在中國的神父就已經從印度监督的信函得知，俄本笃修士已經開始他的探險。每過1年，他們都盼望他的到來，殷勤地向抵達北京的所謂使節的商隊打聽他的消息。然而，直到這時，他們得不到有關他的任何情況，無論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他用什麼名字旅行，還是因為他早先到來的商人根本沒有聽說過他。因此，第二封信的到達給在北京的神父們帶來很大的喜悅。信是在這一年很晚，將近11月中旬送到的，於是他們馬上着手安排耶穌會裡的人，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把他接到北京来。然而，再考慮了一番，他們放棄了這個打算，因為他們覺得再帶來一個外國人可能是有損無益。最後，他們派了一個學生去，他已被接納入耶穌會，但還沒有入修道期。這人是鍾明禮，是個穩重有德的青年人，把如此重任委託給他，看來是完全可靠的，還派了一名熟悉那一帶地方的信徒給他作伴。鍾明禮受盡他的權力，把俄本笃及其同伴帶回北京。如果他發現不可能躲過官员的監視或得不到他們的允許，那麼他就留在俄本笃那裡，並帶信給北京的神父們。如果情形是那樣，他們認為可以通過他們在朝中的朋友的影響把他接來。現在俄本笃所滞留的城市距離北京有4個月的旅程，而在1年之中的這個時候，那些地區正值嚴冬苦寒，所以要做這類旅行似乎是不大可能的。然而，利瑪竇神父卻不願再拖延，怕的是跋涉了那麼久的時間之後，俄本笃可能會懷疑北京的耶穌會裡是不是確實還有人。而且，確實他的判斷是很有根據的，因為只要他再延遲幾天出發，他們就再也不會在活人裡面找到我們的俄本笃了。他們把利瑪窦神父的一封信带給他，內容是關於旅行的最安全辦法。另2名耶穌會士也送信給他，詳細談到在北京的一切成就。這是他一直最渴望得到的消息。在該城滯留期間，俄本笃修士不得不忍受薩拉遜人的種種騷擾，遠甚於他在以前整個旅途中所經受的。由於這裡糧食昂貴，他不得不以半價出售他的大玉石。他賣了1200金幣，大半都必須用來償還他所借的債，餘下的他就用以維持一群人全年的生活。他正在這裡等待時，商隊和隊長到達了。同時，俄本笃不得不花很多錢來招待客人，以致他行囊告緊，只好借錢生活。此外，他還被選為到京城去的72名使臣的一員，因此必須購買更多的玉塊。沒有這個，他就會被排斥參加北京之行，所以他把100磅玉石埋藏在地下，以防薩拉遜人盜竊。鍾明禮於同年12月11日從北京出發，他也遇到了很大的不幸。在陕西省省城西安，他的僕人盜走了他行裝的一半，拋棄了他。在經過2個月的艱苦旅行和不斷考驗，他終於在1607年3月底到達宿州。鍾明禮發現俄本笃身患不治之症，病倒在床上。就在前一個晚上，在夢中或幻覺中，他得知次日有一名耶穌會士要從北京到來。他心裡有這件事，就囑咐他的亞美尼亞同伴
到市場上去買些東西施捨給窮人，同時他虔誠地禱告上帝，不要讓他夢中出現的希望得不到實現。以撒正在市場上時，有人告訴他說，有一名耶穌會士從北京到來，並且指着钟明里。這位遠客就隨以撒一起走，他們進入屋來，他用葡萄牙語向俄本篤致敬。病人知道所發生的事情時，便舉着給他的信舉向天空，他眼中含淚，靈魂洋溢着快樂，唱起了頌歌，榮歸天主。他覺得他的使命完成了，旅行已經到達終點。閱讀完信件後，當晚他一直把它放在心口。俄本篤和钟明里談話中所說的事和所提的問題，很容易加以猜想而無需詳述。鐘明里竭力調護俄本篤恢復健康，希望他會以強健到足以從事北京之行。但是他的體力再不能復原了，這裡找不到醫生，也沒有適宜的藥物，更沒有任何辦法減輕他的疾病，只有鐘明里給他烹製的歐洲菜肴。鐘明里到達之後11天，俄本篤修士去世了，並非沒有被薩拉遜人毒死之嫌。這些薩拉遜人一直派人在窺伺，想取死者可能留下的任何財物。他們極其殘忍地這樣做。損失中最令人痛心的是俄本篤的旅行日記被毀，其中他留有詳盡的記錄。正是這份日記，薩拉遜人貪婪地等待着加以毀滅，因為他既有欠他債的人的名單，可以用來迫使他們償還曾向他騙取的那些錢。他們甚至要用薩拉遜人的儀式埋葬他，但鐘明里拒絕了他們那些可憎的教士，把他埋葬在一個體面的地方，日後還可能在這裡再找到遺體。他的2個同伴，也就是亞美尼亞人和鐘明里，沒有葬禮祈禱文的儀式，於是他們虔誠地背誦念珠祈禱，把俄本篤送進墳墓。對這位天賦偉大的靈魂和聰明智慧的人物，這裡似乎理當致以簡短的頌詞。俄本篤是葡萄牙人，入耶穌會後不久，就志願參加莫卧爾傳教團，被派到那裡去，作為神父們的得力助手。他在那裡工作了多年，按照耶穌會中他那個等級的規矩，教導薩拉遜人、異教徒和新入教者。儘管他不是一名教士，但由於他那罕見的持重以及其他許多天賦和學來的可貴品質，他受到人人的愛戴。他成了莫卧爾國王的好友。當這個君主遣使去果阿時，他派俄本篤隨他的私人使節，並以同樣身份前去。當時國王策劃征服普屬印度，都是由於俄本篤的智慧和持重，才使得與如此強盛的一位君主免於戰爭。他死前不久，寫信給北京的神父，告誡他們絕不可相信薩拉遜人，還告訴他們說，企圖重複走他所經歷的那條路，是既危險而又無益的。有一件同會的成員所熟知的事，可以證明他的聖潔。他在彌留時，想到多年來他沒有機會接受聖禮懺悔儀式，他說道：我即將得不到這種安慰而死去，然而上帝的恩德是那樣宏大，以致在我過去多年中所經歷的任何事件，我的良心都沒有任何使我不安。參加商队旅行的商人有個惡習，那就是瓜分死於途中的同伴的財物。俄本篤死後，他們便抓住伊薩，把他綁起來，威脅要殺他，如果他不呼喚穆罕默德的名字祈禱的話。鐘明里把这件事通知了甘州總督，請求釋放伊薩。總督批了訴狀，命令宿州知州秉公處理此案，放孩子的屬父回去，死者的財物一併發還。起初知州支持鐘明里，但是50名薩拉遜人合夥出錢向他行賄，於是他恐嚇要鞭笞鐘明里並關押3天。但鐘明里不是個能被嚇得從自己的立場後退的人。當他打官司把錢花光時，他把多餘的衣服全部賣光，繼續打下去。他用了5個月時間試圖結束本案，並且始終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因為他不能跟伊薩交談，他本人不懂波斯語，而伊薩又不會葡萄牙語和拉丁語。有一次，他們被招到法庭上去，
鐘明禮背誦祈禱文，以撒則反覆念俄本篤的名字，並說了幾句葡萄牙話。除他們自己而外，在場的人一個字也聽不懂他們所說的。法官還以為他們是用廣東方言在談話，並且他們彼此是毫無困難互相理解的。後來大約2個月以後，鐘明禮學會了足夠的波斯語，可以和亞美尼亞人交談了。薩拉遜人進行反駁，說他們的臉型表明一個是薩拉遜人，另一個是中國人。這時鐘明禮回答說，他的母親是中國人，而他是繼承了他的特徵的。給法官印象最深的莫過於有一天開庭時所發生的一樁事。作為抗議他們的攻擊，鐘明禮說，以撒是薩拉遜教的公開敵人，如果他確實信仰該教，他就會不吃豬肉。這時他就從袖中取出一塊豬肉，不顧旁觀者的風俗，他和以撒2個人開始吃起來，使所有在場的薩拉遜人大為惡心。就此他們失望地放棄了官司，離開法庭。離去時，以撒啐吐沫，說他被中國騙子引誘了。在整個旅途中，俄本篤和以撒都沒有吃豬肉，唯恐得罪薩拉遜人，或者若是他們吃，也是偷偷地吃。法庭上出現的事使法官同意鐘明禮的請求，他命令歸還俄本篤的全部財物，但除了幾塊埋藏的玉石用以償還少數債務並供給返回北京的旅費而外，財物是全部找不到了。即使這樣，仍不夠支付長期停留的開銷，因此他們只好拿仍然保存的一些玉石抵借了20枚金幣。經過許多考驗和挫折，他們到達北京，發現神父一直在焦慮不安，然後就是悲喜交集。悲的是俄本篤修士的死，喜的是他的同伴亞美尼亞人得以逃生。以撒好像是一個同會成員那樣受到接待，因為俄本篤曾寫信告知神父，在他旅行全程中，以撒曾是最忠實地給了巨大的幫助。鐘明禮給神父們帶來一副十字架，很漂亮地畫在金紙上，這是俄本篤生活在薩拉遜人中唯一隨身攜帶的一副。還有喀什噶爾、和田和查理斯3位國王給他的3份文件，這些現在都保存在北京耶穌會教堂裡作為紀念品。這裡尚有哲洛姆沙烏略神父的文書，以及俄本篤旅途中所收到的其他信札。和這些在一起的還有果阿达主教亞萊克修斯梅內塞斯的其他信函，以及這位沙烏略神父致北京神父的信。他們在信中說，他們確認契丹距北京不遠，或許這2個國家是相鄰的。亞美尼亞人以撒在北京停留了1個月，在這期間，靠着俄本篤一些文稿的幫助，他向利瑪竇神父講述了他所能回憶起的這段旅途經歷。從他的講述中，我們記下了本書最後3章的事。以撒從北京去澳門，採取神父們通常走的那條道路。在澳門，他受到耶穌會及其朋友們的殷勤接待。在他返回印度的途中，他乘坐的船只在新加坡海峽被荷蘭海盜俘虜，他的一點財物被洗劫，他本人被賣為賤奴。後來他被馬拉加的葡萄牙人贖出，繼續前往印度。他在那裡得知他妻子的死訊，因此他沒有回莫卧兒國。反之，他在東印度一個叫做查烏爾的城市居住。當本書撰寫時，他仍然生活在那裡。以上是原書的正文部分，後續是從解讀中國文化的視角做出的幾點總結。第一，虛榮的代價，朝貢體系中的大冤種病毒。書中有一段極其深刻的揭露，中國政府明知那些外國使節是商人偽裝的騙子，卻依然樂此不疲。面子高於實力，皇帝為了維持萬邦來朝的虛榮威嚴，不僅管吃管住，還以極高溢價購買騙子們的寶石，這本質上是一種權力精神鴉片。雙向的欺騙，官員們恭維皇帝，讓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皇帝朝貢，而事實上是中國在通過這種不平等的貿易，在割自己的肉以餵養世界。這種舉國演戲的文化病毒，導致了真實的國際形勢被長期屏蔽，
統治者活在自我感動的真空裡。這一點到2026年的今天依然如此，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被征服的真相，正如文中所言，漢人政權在歷史上多次被周邊征服，卻習慣於用文化同化或朝貢名義來掩蓋軍事上的無能。這種精神勝利法是阻止民族反思，導致反覆落後的劇毒。第二，9年不得歸，監獄化的邊境治理。蘇州的治理模式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流動性的恐懼。半禁閉式定居，薩拉遜商人雖被准許經商，但晚上必須關在城牆內。制度性的綁架，居住不滿9年便不准回鄉。這反映了封建政權將人口視為靜態資產而非自由個體的邏輯。這種對自由遷徙的剝奪是為了行政管理的極致便利，代價則是扼殺了文明互通的活力。第三，法律博弈中的邏輯病毒，钟明理的抗爭。钟明理在蘇州打官司的過程是全書最精彩的解读片段，行贿與暴力的結合。薩拉遜人通過行贿知州官員來試圖侵吞鄂本笃的遺產，而知州則用鞭笞和监禁來恐嚇鐘明理。在缺乏法治的社會，真理往往取決於贿赂的厚度和暴力的程度。以毒攻毒的智慧，鐘明理在法庭上当众吃豬肉，利用薩拉遜人的宗教禁忌，用一種極具衝擊力的儀式感來證明身份。這反映出在一個不講邏輯、只講標籤的司法環境裡，表演性的對抗有時比法律辯護更有力。血統與文化的混淆，當官員通過臉型來判斷國籍時，鐘明理隨口編造母親是中國人，這揭示了當時社會對身份認同的狹隘理解，僅停留在血統和體表特徵。第四，被毀滅的日記，信息繭房的黑手。薩拉遜人毀掉鄂本笃日記的行為是典型的毀滅證據，掩蓋真相。日記不僅是地理發現的記錄，更是債務的證據。為了賴賬，他們不惜毀滅人類文明的瑰寶。這種為了短期私利而破壞長期公共價值的行為，是禍害社會中常見的短視病毒。鄂本笃在彌留之際告誡神父，絕不可相信薩拉遜人。這並非種族偏見，而是一個文明人對那些活在無底線生存法則中的群體最沉痛的領悟。第五，最後的挽歌，在黑暗中保持良知。鄂本笃去世前说，他的良心沒有任何不安。這是一個在極端複雜、危險、充滿爾虞我詐的環境中行走3年的人能給出的最高質量的自我答卷。文化出埃及的終極目標並不是到達某個地理上的中國，而是無論身處何種卑劣的環境，比如被綁架、被投毒、被敲詐，內心依然擁有一套不被污染的邏輯和信仰。鄂本笃修士的死是地理大发现史上最悲壯的注腳之一，他用生命證實了契丹就是中國，卻在踏入中國國境後死於官僚主義的拖延、薩拉遜商人的貪婪以及這片土地上特有的制度毒素。鄂本笃死在了嘉峪關內，距離利瑪竇的懷抱只差1步，但他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契丹就是中國的地理定論，更是一面照妖鏡，照出了那個時代的中國在繁華表象下，行政上的腐敗、司法上的荒唐以及民族心態上的封閉。當皇帝為了虛名而用國庫補貼騙子商人時，當地方官為了賄賂而偏袒罪犯時，當商人們為了賴賬而燒毀重要的日記時，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最終結果卻是讓整個社會陷入了停滯、愚昧和殘暴。這種每個人都聰明地鑽制度空子，最終導致集體走向毀滅的博弈模型，在我們2026年今天的生活中是否依然隨處可見？我們該如何從解剖這種互害邏輯中完成心理上的出埃及？歡迎來評論區一起討論。好，今天的讀書分享暫時到這裡。今天我們讀了第5卷第13章，鄂本笃修士在中國逝世。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讀中國文化中與你再相逢。